各位健康之道的好朋友们，大家平安。咱们辛苦一辈子攒下的钱，一张张都不容易。可您有没有感觉，钱在自己手里是钱，想存进银行或急用时取出来，却变得特别难。动用自己的血汗钱，得像考试一样回答问题，还得交上各种没听过的证明。要是说不清或拿不出，钱可能存不进，取不出，卡也可能被锁，甚至面临罚款和调查。这绝不是吓唬大家。在2026年全面加严的银行新规下，这就是很多老哥哥老姐姐可能要面对的现实。在细说这条让老人在银行窗口着急流泪的新规之前，如果您是第一次来到健康之道，我志玲向您问好。这里不聊空道理，就实实在在说说怎么守住身体本钱和养老钱，句句关系到您的口袋和晚年安稳。如果您刚才听的心里咯噔一下，觉得这事和自己有关，那我恳请您关注频道并点亮小铃铛，选择全部通知，这样银行再有新变动，老年人容易踩的坑，我就能像邻居老友一样，第一时间提醒您，让您少跑冤枉路，少受窝囊气。也请您点赞，让平台把这条紧要消息推给更多退休老朋友，咱们抱成团，才能把养老底子守牢。闲话不多说，直接说正题。为什么我说有钱可能都存不进银行？这真的只是老年人的麻烦吗？我就跟您说个今天早上亲眼看见的事儿。我去银行办点事，排我前头的是一位看着得有70多岁的阿公，姓陈。陈阿公穿着洗得发白的旧衣服，手里紧紧抓着一个蓝色的购物袋，袋子鼓鼓囊囊的。轮到他了，他把袋子从窗口递进去，对里头的小姑娘说：“小姐，麻烦你帮我存一下，这里是8万块钱。”我站在后头心想，这不就是个普通存款吗？数清楚就行了，很快的。可接下来发生的事让我看得心里很不是滋味。柜台里的行员没有马上接钱来点，反而是盯着电脑屏幕看了好一会儿，然后抬起头，用一种公事公办的语气问：“阿公，请问你这笔钱是什么来源？”陈阿公一下子没反应过来，陪着笑说：“这是我自己的钱啊，我存起来的。”行员摇摇头，指着屏幕说：“阿公，不好意思，系统这里显示需要你提供这笔资金的合法来源证明。你说存起来的，那有之前的取款记录或者工资流水吗？或者是卖了什么东西的凭证吗？”陈阿公当场就懵了，脸一下子涨红了，声音也着急起来：“姑娘啊，我就是个在公园门口摆摊卖早餐的，这钱是我这几年1碗豆浆、1根油条1块钱1块钱攒下来的，平时就收现金，攒够了整数，想来存个定期安稳点。我哪里给你弄什么流水、什么证明去？这难道是我偷来抢来的不成？”行员也很为难，指着头顶的监控说：“阿公，这是上面严格规定的反洗钱要求，现金超过一定数额，我们必须问清楚来源。你提供不了证明，我真的没办法帮你办，而且系统已经把这笔交易标记为异常了。你再这样，我只能叫保安了。”那一刻，我看到陈阿公的眼睛一下子就红了，眼泪顺着皱纹流下来。他颤抖着手把那一袋子钱紧紧抱回怀里，一边转身离开柜台，一边喃喃自语：“这算什么道理啊？我自己的钱，这是我的养老钱啊！”看着他弯着腰慢慢走出去的背影，我心里头真是百感交集。我相信屏幕前不少老朋友可能也遇到过类似的场景，或者心里正担心自己会不会哪天也碰上。这就是2026年银行那个什么风控系统全面升级之后横在咱们面前的一道铁门槛。银行现在不单单是帮你存钱的地方了，它更像一个拿着放大镜和尺子，时时刻刻在审查你的关卡。那么这条把陈阿公挡在门外，也可能哪天就把您的退休金给冻住的死亡线，到底是多少钱呢？这个数字您一定要刻在脑子里，5万元。不管是咱们用的人民币还是港币、新台币，虽然各地稍微有点不一样，但这个5万块通常就是一个最关键、最敏感的启动点。根据现在最严的反洗钱规定和银行自己内部的电脑模型，只要你的个人账户一次存进去或者取出来现金超过5万块，或者同一天里几笔加起来超过这个数，银行的系统就会叮一声自动报警，生成一份大额交易报告。这时候柜台行员的电脑上一定会跳出一个强制窗口，要求他们必须对客户进行尽职调查。说白了就是必须问你3个灵魂问题：第一，
这钱从哪里来的？来源。第二，你打算拿这钱去干什么？用途的三，确认你到底是不是你本人身份。您可能会说，志玲啊，银行要抓洗黑钱的，抓诈骗犯，我们举双手赞成。可为什么总要为难我们这些本本分分的老人家呢？我们怎么就变成高危人群了？这里头啊，其实是一个很让人心酸的大数据误伤。现在的年轻人，工资发到卡里，买东西刷手机，买房买车直接转账，他们每一分钱的来龙去脉，在银行电脑里都是一条清清楚楚的线，明明白白。可咱们老年人呢？咱们还保持着过去的老习惯，觉得现金拿在手里才实在，退休金发了，喜欢取出来放家里看看才安心。儿女孝顺给钱，也觉得拿个红包厚实，喜庆。平常买菜缴个零星费用，也习惯用现钞。这么一来，在银行那个冷冰冰的大数据系统看来，咱们老年人就成了现金交易最活跃、资金路径最模糊的一群人。银行不知道您衣柜里、床垫下到底放了多少钱，也不知道您这钱是攒了3年还是5年。当您突然拿着一大包现金出现在柜台，在系统的逻辑里，这就非常符合突然出现的大额不明现金的特征，就有可能涉嫌洗钱。所以你看，咱们这些最怕事、最守法的老人，反而在这场金融严管的风暴里，成了最容易中枪的人。接下来，我要非常严肃地跟大家讲清楚，如果您在柜台被行员问到的时候，回答错了，或者您的操作不小心碰到了银行的禁区，那后果绝对不仅仅是今天办不了这么简单，它可能会让您整个账户都瘫痪掉。首先就是这个提供收入证明的死胡同。就像刚才的陈阿公，很多老朋友被问到钱从哪里来时，都会很自然的回答，我一点点省下来攒的，儿子女儿过年给的现金，和老朋友打打小牌赢的，或者亲戚之前借了，现在还我的，放在过去，说说可能也就过去了，但现在行不通了。银行的合规要求是实质性的证据，您说慢慢攒的，银行系统会倒查您过去几年的账户记录，如果您历史上根本就没取过这么多钱，那您这攒是怎么成立的呢？您说儿女给的，有银行的转账记录吗？如果是给现金，那您儿女这现金又是从哪来的？能说清楚吗？您说亲戚还的，有当时写的借条吗？还能找到那个亲戚对证吗？如果您拿不出这些白纸黑字，或者能在银行系统里查到轨迹的证据，银行就有权判定您的资金属于来源不明的财产。一旦被贴上这个标签，轻一点就是拒绝办理，请您把钱原封不动拿回家，严重一点就会把您的账户列入关注名单或者黑名单，直接上报给国家的反洗钱监测分析中心或者税务局。到那时候，您面对的恐怕就不只是钱存不进去，税务局可能还会来找您，要求您说明这算不算偶然所得或者其他收入，让您补缴一大笔个人所得税，甚至还要加上罚款。其次，更可怕的后果叫账户冻结。这里说的冻结，很多时候指的不是完全封死，而是暂停非柜面交易。什么意思呢？一旦您的账户因为频繁大额现金交易，或者因为无法解释资金来源，被那个风控模型给盯上锁住了，银行为了撇清自己的责任，会立刻切断您这个账户所有看不见的通道。也就是说，您的手机银行、网上银行，还有绑定的微信支付、支付宝，全部会失效。您想在手机上买点常吃的药，付不了款，想给在外地的孙子发个生日红包，发不出去，甚至您想去自助取款机取点零花钱，卡都会被吞掉或者拒收。您的银行卡瞬间就变成了一张僵尸卡，钱可能还能进，但进了也动不了，但绝对出不去。如果您想用钱，哪怕只是取200块买点菜，您都必须每天带着身份证、存折，亲自跑到银行网点，去柜台排队，看行员的脸色，一遍遍解释，申请临时解除限制，或者申请一个很小的取款额度。这对咱们腿脚本来就不太利索，甚至可能身体不好，需要卧床的老人家来说，不就是把咱们的活钱变成了死钱，把咱们的命脉给掐住了吗？还有一种情况叫做聪明反被聪明误，错上加错。有些老朋友听了5万这个数，心里盘算，那我学乖点，我有12万，我分3天存，每天存个3万9，或者我分开几家银行去存，这不就绕过去了吗？志玲在这里必须用最大的声音警告您，千万不要这么做。
这种行为在银行的术语里就叫拆分交易，俗话叫蚂蚁搬家。在他们反洗钱的监控模型里，这种故意化整为零、躲避监管的行为，比您一次性堂堂正正存12万要可疑100倍，性质也严重100倍。系统一旦监测到您在短时间里连续存好几次接近5万块的金额，或者分散在不同网点操作，它会立刻触发最高级别的警报，不仅会瞬间冻结您名下所有关联的账户，而且因为行为涉嫌故意规避监管，情节恶劣，很可能真的会有经侦部门的同志上门来找您了解情况，问您为什么要这样做，是不是被人利用了，在帮什么不法资金跑腿。到那个时候，您真是浑身是嘴也说不清，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。说到这，我估计很多老朋友心里已经是一片冰凉了。咱们一辈子老实巴交，遵纪守法，怎么到老了想安生的存个钱、取个钱，都像做贼一样难呢？难道我们就只能眼睁睁看着现金放在家里受潮、被虫蛀，或者提心吊胆等着哪天账户被冻吗？当然不是，银行的规矩是铁打的，但咱们的脑筋是活的，只要我们摸清了它的门道，就完全能避开这些坑，安安稳稳地守住咱们的财产。我志玲今天就给大家3条实实在在的保钱攻略，请您一定记在心里，回去也跟自己的儿女好好念叨念叨。这第1条策略也是最治本的一个办法，就是尽量让钱走线，别让钱现形。我知道咱们老一辈对现金有感情，摸得着、看得见，心里踏实，但在这个数字时代，您要慢慢转变一个观念，大量的说不清来源的现金就是麻烦的代名词。从今天开始，您就要郑重地告诉您的子女、亲戚、朋友，以后要是给我钱，表达心意，千万别再塞现金红包了，直接打开手机，转账到我的银行卡里。为什么？因为银行转账，每一笔都会留下无法篡改的电子记录，钱从你儿子的账户转到你的账户，这条路径在银行系统里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这就是最硬核、最无可挑剔的资金来源证明。银行一查，是直系亲属的赠与，合法合规，一句话都不用多问。而且这笔转账进来的钱，您想把它转为定期存款，或者买个稳妥的理财产品，直接在手机银行上点几下就完成了，完全不用去柜台排队，看任何人的脸色。第2条策略叫做提前打招呼，实话实说。如果您家里确实有特殊情况，必须用到大量现金，比如说孩子要结婚，需要包大红包置办东西，或者老房子要翻修，得付工钱和材料费，再或者有一笔重要的医疗支出，医院要求用现金。碰到这种情况，请您记住一个关键步骤：预约。在您打算去银行的前1个工作日，先找到那个网点的电话，打过去告诉客服，我明天需要取货存 XX 万元现金，请帮我预约一下。这样银行和柜台行员都有个准备。等您到了柜台，面对行员的询问时，也千万不要因为怕麻烦就含糊地说家里用或者有点事，您一定要给出一个具体、合理、真实的用途。比如您是取钱装修，最好能带上装修公司给的预算单或者合同；您是取钱看病备用，带上病历或者医院的缴费通知单。就算您只是口头说明，也要说的有细节，合情合理。比如儿子下个月8号结婚，这是给婚礼筹备用的钱，大概要付酒席定金5万，其他零花3万。银行怕的不是您取钱用钱，怕的是说不清道不明的钱。只要您的用途光明正大，合乎常理，他们通常不会也不敢故意刁难您。第3条策略是改变攒钱习惯，细水长流。如果您的现金收入确实是像卖卖旧报纸、收废品，或者自己种点菜卖卖，这样零零散散攒起来的，根本没有什么工资流水可言，那我建议您从今往后改那个攒一大坨再去存的老习惯，别等到攒了8万、10万才行动。您攒到3、5千、万把块钱，就顺路去小区楼下菜市场旁边的存款 ATM 机把它存进去。这种小额的零散的存款就像平常的流水一样，很少会触发大额风控预警。只要您不是刻意的、规律的每天去存一个固定数目，比如每天都存4万9，而是隔几天有了就存，自然而然地融入您的日常生活，那么您的资金留在银行看来就是常态的，
就能最大程度避免被系统盯上，一次性把您给卡死。老朋友们，金融监管的网越织越密，初衷是打击犯罪，保护安全，但我们老年人因为习惯旧方式，往往最先感到无助。要明白，银行人员也是按章办事，我们改变不了规则，却可以调整自己应对的方法。咱们最大的底气，一是钱来路正，身家清白，二是学会用智慧管理财富，别让现金为王的老观念挡住晚年的便利生活。请务必做2件事：第一，把这篇文章转给子女，让他们明白给大额现金可能添麻烦，应教您用手机银行查账、转账，这才是新时代的孝心。第二，转给老年朋友互相提醒，如果手头有现金，趁早规划日常使用，或由子女协助合规安排，别等到急用时在银行寸步难行。若觉得这些话有点帮助，请在评论区打出守住养老钱，互相打气。如果您在银行办业务受过委屈，也欢迎留言说说您的经历，能帮助其他老朋友。我是志玲，关注健康之道频道，我会一直在这里陪您看清门道，稳稳走好晚年，守住养老钱。谢谢收看，下期再会。